向我的个位数观众致敬，我是 Stone 啊！眼看着又要过年了，这两天我路过超市，看见这个满柜台的红色包装袋，以及听见再次解开封印的刘德华先生的“恭喜发财”，真真的感觉到年味儿来了。这个提到过年啊，在咱们中华文化里的一大特色就是30晚上的年夜饭了。其实，作为一个奔四的人，我对这个年夜饭的感情还是挺复杂的。在我小时候，年夜饭是个什么概念？那是长辈递来的面值50元的压岁钱，是一年爽一次的乖乖盆膨化食品大礼包，是一大家子人挤在小屋子里的热热闹闹，并且最主要的是，年夜饭上有平时不那么容易吃到的大鱼大肉。现在大家去健个身、减脂餐都是蔬菜、鸡蛋和大虾，那都是纤维素和优质蛋白啊。以前呢，家长是真不惯病啊，虾这东西不到逢年过节是真吃不上。赶上在姥姥家过年的时候，都是大人在桌上吃，我和表妹在里屋吃小饭桌，条件十分简陋，但是关上门啊，就成了小孩子的秘密基地，那饭吃的才有滋有味儿。那会儿父母那代人正值壮年，嗓门贼大，饭桌上也有聊不完的话题，隔着门都能听见他们侃大山。年夜饭得吃2起，第一顿是正餐，大鱼大肉的陆续就都上桌了。晚上大概6、7点钟开始吃，一般得吃到个9点来钟。清空桌面之后，他们就开始打牌了，噼里啪啦的麻将声加上春晚的声音，就是屋子里的主旋律。到了12点，电视里会传出春晚主持人说：“随着钟声的响起，新的一年开始了，祝大家春节快乐。”如果你住在鼓楼附近，那时候是真的能听见鼓楼那边敲钟的。这时候大人们就会开始收拾牌桌，因为12点要吃饺子了。吃了这顿饺子，新的一年就会有个好运气。那时候的小孩为什么能扛到12点还不困？因为12点的时候要出去放炮啊。春晚那边一开始19、87的倒计时，外面的炮仗就要开始了，基本上不关上门窗，就啥也听不见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小孩们要去街上找漏网的小炮仗，街坊的小孩们都是认识的，谁捡着的谁点，胆儿大的拿在手里点炸，那是加倍的快乐。现在的小朋友嘛，拿个呲花下楼，还得偷偷的在小区门口30秒解决战斗了。这不可复制的年味儿，它是从哪一年开始消失的呢？可能是在第一次发现爸妈要提前1天去菜市场买菜，大包小包的往回家运，手指头勒得通红。可能是注意到大人在厨房摘菜做饭忙活了一整天，到晚上吃的时候已经被油烟熏得没了胃口。或者是瞧见晚上12点，所有人都出去放炮庆祝了，但总有1、2个身影默默在厨房刷着堆成小山的锅碗瓢盆。也许只有我们从吃现成的变成了张罗事儿的人的时候，对年夜饭的理解才算是正式入场了吧。这个说完了个人的感受，也聊聊大环境的影响吧。大家都在感叹年味淡了，其实这种淡是有一系列具体影响因素的。你想想，尤其是在北京或者1线城市的朋友，最直接的一点，禁放。以前过年鞭炮声一响，辞旧迎新的仪式感就给足了。现在呢，到了除夕晚上，窗外静悄悄的，跟电视晚会里的欢天喜地形成巨大反差，又唏嘘又讽刺。到底是和这热闹隔了一层屏幕，可能再也突破不出来了吧。再一个呢，现在的通讯太发达了。以前啊，饭桌上正跟亲戚胡侃呢，一会儿一个拜年电话打进来，嘴上是抱歉我接个电话，实际上这不正是人缘好的凡尔赛吗？听着亲戚朋友能够说一声春节快乐的声音，那滋味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啊。现在只有微信的提示音，打开之后会看见各种人群发过来的拜年短信，要么就是大家没聊几句就在各种群里安静的抢红包了。说实话，这块8毛的把过节气氛全破坏了，一年没几次能全家聚齐的机会，还被手机占据了大把时间。虽然离不开，但这时候我是讨厌微信的。所以现在过年啊，形式上的完整性还在，但情绪上的连接已经断了。而且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聚会，让很多人觉得疲惫，觉得像是在完成一个固定任务。那么既然年味变淡了，既然做这顿饭这么累，为什么我们每年还要这么折腾？为什么还得把那几个平时可能1年都不打交道、话不投机的亲戚聚到一块儿，吃那顿其实已经吃不出什么新花样的饭？那么对于华人来说，年夜饭到底在承载什么？
这个话题其实可大可小，我想借用近代文坛的2位大家的故事跟大家聊聊。第一位是鲁迅。大家都知道鲁迅这个人，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一把锋利的刀，他的语言不追求优美流畅，更多的是审视和解剖。他们家的年夜饭就像是舞台剧，从饭桌上方一束光打到他身上，照出了他的敏感和孤独。在鲁迅的家庭里，过年吃饭团聚这些形式一直都在，但随着他求学留日回国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一点点拉开了。所以他的作品里经常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，木讷谨慎的中年闰土，不合时宜的祥林嫂，精神胜利的阿 Q。 大约在54前后的一段时间里，鲁迅多次回到绍兴老家，是为了把老房子卖掉，全家搬到北京。在著名的短篇小说《祝福》里，他把这种年饭的氛围刻画到了极致。在那顿团圆的背景里，他写到了一个细节，在鲁镇年终的大典叫祝福，其实就是一种祭祀之后的家宴，全家聚在一起吃那些祭祀剩下的甚至已经凉掉的肥鹅大肉。鲁迅借作品中的人物写出了坐在饭桌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深深的错位。他刚从北京回来，满脑子是新思想，是这个世界的变局，而他老家的那些亲戚，比如四叔，还在关心今年祭祀的肥鹅够不够肥，还在嫌弃祥林嫂这个不吉利的人。鲁迅在那顿饭里看到的是一种无法逾越的墙，亲人之间虽然血脉相连，但在精神上可能已经是陌生人了。大家都在为了团圆的空壳子在演戏，饭桌上越热闹，他心里就越觉得冰冷。这种清醒的窒息感，其实就是很多现代人怕回家的缩影。你发现你已经无法和家乡的人对话了，而这顿饭强行把你们按在了一起。这些年节的家庭体验加深了鲁迅对旧式团圆的警惕。他想向我们表达，如果团圆没有灵魂的共鸣，那它只是一场消耗。鲁迅属于是思想锋利又激进的那一派了啊。另一位作家呢，老舍啊，他笔下的年夜饭就接地气的多，但是也更让人心疼。老舍在我的母亲里写过很多关于年节的细节。老舍家里穷，他的父亲早逝，然后全靠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。在老舍的记忆里，年夜饭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享受。他写道啊，母亲为了操办这顿年夜饭，从腊月就开始透支自己的体力。为了省下钱买年货，母亲会在冰天雪地里去给人家洗衣服，手冻得跟裂开的胡萝卜一样。到了大年30那天，母亲要在厨房里忙活一整天，烟熏火燎。老舍回忆说，等所有的菜都上齐了，大家都高高兴兴动筷子的时候，母亲往往是累得连坐都坐不住了。她会一个人躲在角落里，甚至连饭都吃不下，只是在那儿喘气。这是老舍对年夜饭的思考。在充满喜气的饭桌背后，往往有一个人在独自承担所有的沉重。老舍这种对幕后英雄的体察，让他后来写出的《北京的春节》充满了温情和悲悯。他可能想说，年夜饭的意义不在于那个吃，而在于守。他的母亲守住的不只是那几个菜，也是这个家最后的一点尊严。这顿饭对老舍的影响是让他一辈子都对普通劳动者充满敬意。把目光聚焦回当下，现在很多人都怕过年回家的时候亲戚的问候，什么工资多少啊，买房了吗？这在西方的社交逻辑里妥妥的侵犯隐私，是极大的无理。但在咱们中国的语境里，这件事其实特别复杂。你想啊，中国人在外人面前其实是非常讲体面和边界的，但在亲人面前，这个边界是会被撞得稀碎的。但你说这种烦，其实真的是因为讨厌吗？我有一次听一个朋友说，他以前特别讨厌他大姨问他挣多少钱，但后来他才意识到，他大姨生活在小县城，一辈子也没在写字楼里上过班。他能理解的最好的生活就是挣得多。他问你挣多少，其实是他唯一能找到的表达他关心你过得好不好的方式。他哪知道什么是职业发展，也不会去关心什么是自我实现。他只知道钱能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稳当。亲情啊，有时候确实是通过侵犯边界来确认存在感的。甚至嫌他们烦也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，因为只有在最亲的人面前，你才敢表现出你的不耐烦。当然不提倡啊，哈哈。这期节目的最后引用了鲁迅先生的2部作品，拼成了一段感悟，然后斗胆模仿鲁迅的纹路，把它们 mix 到了一起。我想试试看。
如果鲁迅活在今天，他会怎么评价现在的年味儿？如何看待现在的年夜饭？旧历的年底，毕竟最像年底，村镇上不必说，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。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，时时发出闪光，接着一声顿响，是送灶的爆竹。我在这反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，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，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。只觉得天地盛众，凄响了生拗和香烟，都醉醺醺地在空中摇晃，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。我被这沉闷的爆竹声所麻痹，在烟霭里，只觉得天空充满了白色的云，地底下也似乎也充满了白色的云。我在这大雾中，竟不知道我在哪里，我要到哪里去？然而在这反响的拥抱中，我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宁。虽然这种安宁是建立在一种庞大的、沉重的，甚至有些荒诞的仪式之上，可那又怎样呢？人类的悲欢也许并不相通，但在那一个特定的夜晚，能有一处地方让你坐下来吃一顿冒着热气的饭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荒凉人生的极其英勇的抵抗。如果你对年夜饭有什么特别的记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依然是祝大家身体棒棒的，我是 Stone， 我们下期见。